意大利的小偷到底有多猖狂？我遇到的是用了仅仅4秒打开背包拿东西出去，再把你的背包给关回去。哇，他们的动作超级无敌快。这个就是上面的 view 了啊！你看到这一些屋子非常非常的漂亮。哇，好多人哦！看他们在下面那边玩水，好爽哦！哇！今天我们要去拉斯维加了，现在是早上7点。我要分享的一个东西就是，竟然在米兰那个火车站遇到扒手。我们现在从米兰出发去拉斯维加，我们坐8:05车的火车，车程大概会3个小时多。因为我们从米兰要换去拉斯维加，要换一次住宿，所以我们要拿很多行李。还好我们还有位置放我们的luggage，可是luggage最好就是锁起来，这个是安全起见啊。都把我们的luggage锁起来，以防万一，真的要锁起来。然后你选的话，你可以选 coach 5、10号、11号、10号、11号，或者是12号、13号，你就可以看着你的 luggage 哦。经过3个小时，我们终于到拉斯维加了。走了大概5分钟，我们到了一个叫做 Pizzeria， 它不会读啊。Pizzeria Pulcinella。哦 ，Aperol Spritz。跟那个一样哦，其实。Cheers。我们叫了一个牛肉，还有一个 pasta， olio， 还有披萨来着 ，Pizza Positano。哇哦，看起来好有食欲哦！哇，好期待，好期待 Welcome guys and enjoy.！OK， 现在吃这个 penny。salmon 啊，哇，很香哦，这个好吃。这个好吃，这样子一粒粒的。哇，很多 cheese。OK， 技术很强。披萨。哇，很棒啊 ！OK， 一人一份，刚刚好。来。OK，Thank you，Gracias。那个贡鱼仔，一些 cheese， 我来 try 一下。哇，很好喝。这家的 Airbnb 啊，我们从这个门走进来，然后 surprise， 没有 lift 啊，要扛楼梯啊，而且啊还不是轻的那一种啊，是那种很重的那种，这样刚上去 ，My God！ 突然收到一条信息，是我们昨天在米兰住的那间 Airbnb 屋主发来的。他说我们弄坏了他阁楼上的一台风扇，差不多有100欧元。他还拍了风扇的照片，说风扇的脚是断了。但好在我有一个习惯，每次入住 Airbnb 或者酒店的时候，我都会拍一段介绍影片。也正是这个习惯救了我们。我把那一段刚入住时拍的视频翻出来，影片清楚拍到那一把风扇在我们还没动它前，脚就已经是断了的。时间轴也在，画面也清楚，完全能证明不是我们弄坏的。我们把视频发回给他，对方也没有再多说什么。如果没有这一段影片，我们真的很难解释100欧元的押金可能就这样白白被扣掉了。100块欧元是500块马币，很多嘞，你知道吗？这一件事让我更加确定一件事，哪怕你平时没有拍视频的习惯，入住 Airbnb 或酒店的时候，一定要拍一段，什么都不说，先保护自己。现在我们刚刚 check in Airbnb， 是不是 check in 啊？就是那个 Airbnb 他给我们早一点放我们的 luggage， 因为我们实在有太多 luggage 了。现在我们去库有冷气啊，干
对，它给狗的这个位置。哦，哇哦，你看，给狗放的这个戳的。哇，你看我们的 pasta 不一样形状的，好像钱这样子形状。它这个一条条的，还有很多不同类型的 cheese， 哇，跟我们的超市很不一样。意大利面多便宜，快4哦。我们平时买的不是这个价钱，这才70 cent 罢了，哇哦！我们在拉斯维加这里的 Coke 买了一个 Magnum Pistachio Ice Cream， 我没有看过嘞，在别的地方，或者是只是这里限定的呢。我最喜欢的饮料 Monster 在水生的，它是蓝色、黄色的，这个是红色，还有巧克力色这样子。我没有看过这个口味，所以想猜一下，所以就买了蓝口味的 Monster。这个是柠檬啤酒，还有一个这里的啤酒，这个可爱，这才99 cent 嘛，这个才75 cent，好便宜哦。现在我们要吃这个 ice cream 喽。吃完过后，我们现在等 Airbnb 打扫完，然后我们就要去做了。这一个就是那个 Magnum Pistachio 雪糕了。热热的先去吃这个，非常的爽。刚刚那个Magnum吃到喉咙很口渴，因为它太甜了。我现在想买一下 lemon 的 ice cream 来中和一下。Coop 出的。2块45，买下来，有6只，一人 share 1只。现在马上开来吃。哇，这个好吃，很 refreshing 啊，至少很爽。lemon， 而且这是Coop牌子哦。这个就是我们的 Airbnb 啦。进到来这个房间，最重要还是有冷气，16度，哇！第一次在这里有冷气，非常的棒。然后进到来这里，自己又多一张床，然后这里还有 kitchen， 还有洗衣机这里，然后还有 oven， 还有冰橱，还有这里还有多一个 aircon。然后厕所就是在这里了，哇，它的厕所哇蛮大的哦，这个就是马桶冲凉的地方，就是这样啊。这个就是我们在拉斯维加的 Airbnb， 看起来非常不错。然后先休息一下，等下我们再出去了。现在我们就搭火车从拉斯维加去到莫德雷扎，去到拉斯维加的车站，然后那个卖车票的shop它不像卖车票啊，它是一个像便利店那样啊，它里面可以卖车票的然后你买了车票，然后你要去它隔壁那边有个machine，你可以去 check in， 要去 check in 了不是 scan QR code 的 ，scan QR code 的不，你要insert你的票，然后你就可以 check in 了。3月、4月、5月是5块钱的青色的，黄色是8块钱哦。我们是红色。欧哥斯里啊，红色是10块钱。我们到喽，莫纳罗拉，哇哦，哇也是蛮多人的哦，这样晚了，这样吃了还这样多人哦。全部人来这里等热狗。OK， 现在就走一下，看一下这里的街，哇，很特别哦，你看一下这里的建筑物。然后后面那边因为是太晒了，所以我们没有去那边先，我们走这一条街先，这一条街没有这样晒。现在我们就上到来这里喽，哇哦，那个 view 好漂亮哦。这里就是他们住的地方哦，这里应该会有日落，我们今晚应该会在这里看日落。然后现在我们就去走了去玩水了，好多人啊！这里的 view 真的超级漂亮，而且这一片海是一望无际的，你看下去，哇，好多人哦！看他们在下面那边玩水，好爽哦。可是我应该不敢跳下去啊，有点可怕。哇，这个痛哦！哇哦！现在我们就要走上去那边去拍一个照了，很晒啊！
个就是上面的 view 了啊！你看到这一些屋子非常非常的漂亮。我们是从那一边慢慢爬着上来的，其实爬上来不会很辛苦，大概10至15分钟这样你就可以到达这个点。然后我身后面这边有一个餐厅，你可以买食物吃，或者是买一些饮料喝，看着这一个 view 来吃或者喝你的饮料，非常的享受。很想跳下去玩，可是我不会游泳，所以还是不要跳下去玩了，不然 travel insurance 要买多2份了。看看这 road view 就是这样哦，非常的好看，那个邯郸王，然后那个灯照的这些屋子，它的颜色非常的好看。现在是8点哦，太阳都还没下山，好漂亮啊这里，哇，真的很值得一来。现在五渔村我们就玩完了，我们就去看一下火车的时间，看看几点我们可以回去。去到 train station 8点，它是有每1小时1趟的，8点之后8点半1趟，我们赶不上，我们就 online 买 train ticket， 然后来找吃的。可是现在9点，全部已经关了，找不到吃的这地方了。我们回到去可能10分钟也全部店关了，买不到食物。是很多人啊，可是他们9点就很准时关了。哇！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晚餐了，维拉纳波利我们在我们的 Airbnb 附近吃一下啦。这一间是11点关，所以没有这样压力。现在我们就要吃披萨喽，这个是我们的晚餐。维拉纳波利，这个是比较大，哇，它的披萨蛮大个的，哇，很大个。还叫3个，还有1个还没来。有鸡蛋。你吃咸了没？是哦，刚刚好。好累啊！西部披萨，哇哦！对，开动啊，很累啊。哦。我们叫了总共3个披萨，味道还真的不错。在这个时间点，我们还有东西吃，其实已经是很感恩了。这一餐我们一共吃了44欧元，这一家真的是我们吃过最便宜的披萨店。有来拉斯维加的朋友，记得收藏起来哦。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我们差不多要下车的时候，有2个男人站起来，然后他就看着我的女朋友，看了在那边笑，不懂什么，后脑的 alarm 就开始响了。然后我就跟我女朋友讲，注意这2个人，他们2个看着你笑，你注意一下。一到了米兰，我就等他们2个下车先。他们下车了，其实我们差不多是最后一个下的，我的那一个车厢是没有人了的。所以照道理来讲，他们应该会在我们的前面，可是当我们下车的时候，他是在我们的后面。多少钱？他在你后面。大概斜眼看，有注意这2个人到底是在哪里。一个是戴帽子的，一个是穿着灰色 T 恤。我的第6感就来了，我就拿起我的手机，然后我就拍 vlog。其实我那时候没有要讲东西啊，我只是纯粹要拍一下，要保护一下我自己啊。或者是我拍着 ，in case 我被爬东西了，我也知道什么事情发生，也知道是谁。推到我们的 Airbnb， 我就突然间，哎呀，再看一下。到底有拍到什么？哇，他们的动作超级无敌快。当我察觉到不对劲，我就拿起手机开始自拍。果然，他们立刻拉开了距离。拉开了距离过后，蓝色帽子的还敲了敲旁边的墙壁，像是在和他后面的同伴传递信号：这个目标警觉，不能下手。而且他们的穿着非常的像游客。戴着一顶帽子，背着一个背包，还有放着太阳眼镜在他的额头上。看回去这一段影片，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在我的背后还碎碎念，好像在自言自语，语气看起来好像在调侃我，
拿着相机在那边说什么鬼话，像是嘲笑我破坏了他们的计划。虽然他们不再盯着我，但那种时不时偷瞄的眼神，我能清楚地感受到他们还在评估我要不要继续当他们的猎物。很快的，他们真的锁定了一个独自旅游的外国背包客。接下来就是他们最熟练的一套流程了，一前一后的夹住他，前面那一位控制节奏放慢脚步，后面那一位趁机动手。有看到吗？没看到的话，我再重播一次给你看。整个扒窃的过程仅仅4秒，打开背包，拿出东西，再把拉链拉回去，动作快的让人完全察觉不到，熟练、冷静，甚至有点可怕。如果不是这一段影片，我们根本不会知道，原来就在我们的身边，真的有人在偷。而这一次，他们的目标原本是我，但因为我拍了影片，表现出警觉，他们换了目标。所以在欧洲旅行，搞到我都好像有被害妄想症。你要学会察觉异样，更要相信你的直觉。有时候拿起手机，就真的能让你避过一场灾难。